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聊一个很多朋友都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应该阅读哪些书，以及怎样阅读更高效。我们这里所说的阅读，首先不是指那种特定目的的阅读，比如你要解决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要通过具体的考试等等，这种问题一般有着比较明确和标准的答案。相反，我所说的这种阅读，在目的上是比较宽泛和抽象的，比如提升智慧、了解世界、了解自我、理解人性、获得更丰富细腻的情感能力等等。那许多网友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Anthony， 你平时喜欢读哪些书呢？你能否向我推荐一些书，可以有利于提升思维呢？还有网友问我说，通过阅读来学习，是否一定比通过看视频学习更高效？读名著是否一定比读普通的书更高级？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我在这里不会推荐具体的书，而是想和大家探讨一种阅读和学习的底层框架。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在和很多网友的聊天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当事人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必读书单，比如青年必读的30本书、14位大学校长推荐书单等等。这些书单通常罗列的都是相当知名或者学术地位上很高的著作，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等。还有很多人发表自己的读书心得，就是说这些书并不算太难读，而且带给了自己怎样深刻的体验。那么当事人在看到这些信息后，内心里往往会有焦虑，就是我是否也应该读这些书？如果我没有读过，是不是说明我还不够深刻和高级？于是当事人开始强迫自己去啃这些书，结果发现非常吃力，甚至读不下去。要么是文本太抽象难懂，要么觉得缺乏背景信息，乏味无聊。但是他们不太能表达这种痛苦，觉得如果承认了，就好像自己很浅薄，或者悟性太差。于是一些人选择咬牙坚持，最后也许是艰难地读完了，但并没有思想通畅的感觉，而是精疲力竭。还有一些人则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应该再找点更入门和基础的文本来读？可当他们这么想时，又会产生羞耻感，因为他们看到网络上总有人在说，我18岁时就读懂了某某书，这很难吗？其实也就那样。于是他们陷入了一种很常见的读书鄙视链中，我读不懂名著，所以我是不是不配思考？那么这里就隐藏着这样一种假设，阅读是一个单向传递信息的过程，读者是一个吸收者，书籍则是一个外部的客体，我们通过阅读来获取信息。这相当于把书当成一种外在的知识载体。既然如此，那么越是知名的书，就蕴含着越多的知识和越高的信息量。这就如同武侠小说里的修炼武功一样，我读到一本秘籍，武功就逐渐提高了。很多培训班也是在强调这样一种框架。正如我们在12月7日的这期视频里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学生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是被老师灌输知识的对象，这就潜藏了一个预设，教师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只是配合教师完成学习而已。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学习，就是把一己的东西纳入自己的思想，人本身是一张白板，可以任由外界图画，学习的过程就是把一堆知识和信息填满大脑的机械过程。许多人对阅读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就是认为阅读是一个我主动贴近真理、靠近真理、去除小我、融入大我的过程。当然，经典著作通常的确比流行读物蕴含着更多的知识，然而这些内容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强调的是，个人才是一切的尺度。离开了个人的目的和真实兴趣，一切真理、知识其实都毫无意义。我当然不是反对读名著，这本身当然是好事情，但我认为这种阅读应该首先建立在水到渠成和真实兴趣的基础上。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好，读书好还是刷视频好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以能否唤起当事人的体验和探索兴趣为前提，因此每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定是不一样的，是个性化的。的确，
许多经典作品都是经过学术共同体和历史检验的，但它们未必对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普遍有效的。相反，它们往往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不仅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由特定阶层主导、被赋予象征价值的品味与修养。那些公认的高难度的经典之所以成为一种炫耀的对象，恰恰是因为这些书已经被文化场域赋予了象征性的价值，以及一种无条件适用于所有人的魅力。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会。许多人在网上分享的经验其实并不真实，他们强调某些作品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主要是为了建构一种区隔他人的姿态，谁读这些书，谁就被默认是更聪明的人。这种区隔反过来制造了某种鄙视链，让那些想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径的人感到焦虑、失语和自卑。然而实际上，真理是无处不在的，是蕴含在一切文本和个体的内心之中的。真正稀缺的并非深刻的文本，而是对体验的解释资源和能力。我们说，在一个好的教育者看来，任何文本其实都可以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只要学生对任何一个文本或现象发自内心的感兴趣，教育者都可以通过引导和对话，从中挖掘和诠释出富有启示性的内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教育者和学生首先指的是两种意识，而非两种人。这两种意识也可以共存于一个人的内心。实际上，不要说是一个文本，哪怕是一个人的某一次情绪波动，或者走在大街上对街景和行人的一次观察，只要愿意去诠释和后描，都可能引出非常深刻的洞察。教育者的任务不在于传授内容，而在于激活一个解释的空间，可以使学生的体验在其中能够自然地生成和生长。这种生成的方向可以完全不遵循内容本身所预设的中心思想，也可以不遵循各种政治正确或者既定的道德标准。在私人的领域内，我们应该最大程度地坚持这种解释体验的自由，因为人的体验就其根本来说是无法替代、独一无二的，且只有自己能为之赋予意义。你无法用任何外部的标准答案来解释为什么你会因为一本漫画而掉泪，为什么一本毫无逻辑的网络小说让你重新燃起某种激情，为什么一部无脑的言情剧会唤起你的一种宏大感和历史感。这些体验无所谓对错，它们可能来自并不深刻的东西，但我的情感深度和复杂性却可以是相当深刻的。如果我因为他们的世俗评价不高而否定了自己情感的深度，那才是真正失去了一个探索自己的宝贵契机。比如，我曾经与一位网友聊天，起初他讨论了他最近在读的某本哲学书，他试图从这本书中寻找理解自己的切入口，但总是读不进去。后来我们就聊到了他最近看过的一些色情文学，这比哲学书更能触发他的体验。结果，那些触发强烈唤起的情节，恰恰与当事人长期压抑的感受以及真实自我相连接，他更加理解了自己无意识的想法和冲动。那么，就当事人的目的而言，色情文学其实比哲学书要更有价值。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解释也正因为是纯粹私人性的，因而也是无害和免于道德评价的。比如，朝鲜和纳粹德国都是专制国家，但是如果你从朝鲜的红歌或者纳粹的制服里感受到了某种美感，这是否意味着某种不道德或者对极权主义的认同呢？我想，我们应当把个人的审美体验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同区分开来。审美体验本身不是危险的，真正危险的是垄断了对体验的解释权。有毒的文本只有在一个压抑封闭的环境下才是有毒的，也就是那种把人困在不能解释、不能怀疑和反思的制度。如果一个人能自由地解释自己的体验，允许自己的各种体验流动出来，那么他是可以用探索的心态去喜爱任何形式的文本，并且这种喜爱也是安全的。正如我们在3月9日的这期视频里所说的，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罗杰斯所说的真诚透明的交流之中，哪怕他去读毛泽东、列宁的书，哪怕他曾经真的相信过他们的话，但他也会自然而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否定他们。而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压抑情感的教育环境下，你就算让这个孩子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或者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或者其他的启蒙思想，
他也照样能读出一种专制、苛刻和威权的色彩。他完全可能把他内心里专制父母的形象投射到康德身上。再比如，我曾经做了几期视频批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网友告诉我说，他从这本书里获得了某种自信的感觉，那么我也可以会对这种自信的感觉有兴趣，以及这背后的故事和人生经历。有时候，当事人需要用某些话语来支撑自己的体验，那么只要这些话语让他感到被链接和被看见，就是好的。至于作者的本意怎么样，作者本人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我对这本书的解读也只是我个人的而已。这种解释的自由并不会让人陷入思维的混乱和无序，它反而能使人重新建立思想的秩序，因为它牢牢地链接在了当事人最真实的体验上，而这种体验只有在一种善意和信任的环境下才能展开和生成。我们说，人的思想的锚点只能建立在自己身上，混乱从来都不是来自解释的自由，而来自经验无法言说和看见，情感得不到静应，以及意义无法组织。当一个人开始大胆地解释和观察自己的体验，他其实是把体验和思考连接起来，把发生了什么与这意味着什么连接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写日记、创作、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会慢慢感到清晰、稳定，甚至轻松，因为意义的流动本身就是秩序的萌芽。以上内容是我在过去几年不断积累的一些个人体验。那刚好我最近在看海德格尔的哲学，我就觉得他的观点似乎把我的体验总结得很好。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强调，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是一种在流动中的自身展示，是一种不断地敞开自己，展现自己的真理。存在不是外在的被观察，它要通过一种关系结构，在与此在的相遇中逐渐展现出它的意义。对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而言，文本并不是一个被动和封闭的对象，而是在我与它相遇的过程中，通过现象的方式敞开它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读书，而是在阅读我和书的关系，是我和这本书共同进入一场理解的事件之中。当我们读到一段真正让自己感兴趣的文字时，我们是在被一种尚未完成的我所吸引。这段文字触碰到了我们尚未展开但渴望成为的某种可能性。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个人体验在阅读和学习的核心地位。下期节目我们来具体谈谈怎样高效率阅读。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